对于一个女人来讲，你干嘛看娘娘呀你？我都看一遍啊。来，一个男人只想睡你，和不想睡你之间，是哪个更伤自尊？你看我干什么？当然是你刚不是问一个女人吗？这不，我就觉得反正这个话题，你们3个都应该回答这个问题。没有，我觉得肯定是第二个呀，不想睡你更伤心啊。你的立场是哪个更伤自尊？就是你被拒绝比较伤自尊。比较伤自尊。不被睡当然伤自尊了呀。不被睡伤自尊。对，你也想睡我，但我跟不跟你睡是我的选择。是啊。如果你连想都不想的话，这2个事上，你们2位不见得有经验。康永哥，你的经验呢？对。我觉得只想睡，可是都不在乎你其他的事情，这个很伤尊严呐。对，因为我们是有脑子的人，我们都把脑子摊到台面上来了，对结果他根本不在乎你的脑子，他只想要睡你，这个太藐视我们的付出了。是，所以康永哥的意思是说，你要睡也先睡我的脑袋。脑子怎么睡？脑子怎么睡？那您是为什么选择这个立场呢？没有啊，我觉得在不了解的情况下，看第一眼，哎呀，我想靠近这个女生，你把她理解是跟你睡你的脑子也好，睡你的身体也好，那是你想的，但起码她有那个欲望想靠近你，他必须要有欲望。她连靠近都不想靠近你的话，你就跟一个透明的人过去的话，这是很悲哀的，对吧？对，老母猪得让拱一拱啊。对，是。一转身，已是人生100年，100年没过完，全新的《奇葩说》第2季马上就要开播了。说全新有点对不起您，因为出了点状况。上一季很多老选手打死不走，城门立雪，严冬跪在门前，兄弟我于心不忍，没办法，残存1、2名吧。但是我们第2季的选手非常厉害，关键是有美女哦。想起这些我。马老师，但见新人笑，你哪闻旧人哭？第1季我们还是一个严肃的辩论节目，第2季就变成了你严肃的选妃节目了。我知道高老师走了，作为我们节目新的颜值底线，你有压力。但是有的手术不该做的你就不要做，比如说你这个眼袋，你以为我们爱的是你的才华吗？不，我们爱的是你的眼袋，因为有眼袋，你是个呆萌的小胖子。现在呢，你割了眼袋，也就失去了我们对你的爱。那既然彼此看彼此不顺眼，那还能怎么办嘛？凑合撸呗。新的1季谁还不以一个新的形象出现？再说你不也隆胸了吗？我落到别人身上了。马老师，我可是听说第2季有新选手放话，踩着我们不跑，告诉你，从节目暂停这1天，都给我披星戴月的滚！哎呦，各位，这个老太太是谁？马老师，马老师有情况，马老师怎么不见了？马东东呢？马东东老师。马东东呢？这是档严肃的辩论节目，男人不奇葩，哪来么么哒？女人不奇葩，门该死夜叉。开灯，快点！这么隆重出场怎么没有光呢？真是的。迎来这么大一位女神呐！我们本来设计了一个特别辉煌的一个迎接仪式，怎么辉煌？就现在已经什么说都来不及了，您快请坐吧。对，就让您这么灰头土脸的就出现了。对，这个导演我开除，你放心。开除可以把上个月的工资给我留下来啊，留下来，吃点行头。您快请坐，请坐。哎呦，哎，你先坐看看你们家的沙发，对不起我这个屁股。还行哈。去年什么呀？第1季啊，马小康啊。马小康不是啊，奇葩女皇都没来，你们奇葩什么呀？我叫你们3个小孩玩一玩啊，对，看一看。我们上1季主要是因为有高晓松，不过高晓松我们会很成功的，是吧？是。不过你们那关键是名字没起好，是吗？马小康，一匹胖马拉着2个笨小康，哎呦，瞧那境界，真是的。咱们想一个名字，把咱们仨能套进去。
健康，哈哈哈哈哈哈！放呆。欢迎收看由有钱有势又有范儿的有范儿 APP 冠名播出的《奇葩说》。本节目由国际康乐大品牌牡蛎多燕麦牛奶联合赞助播出。本节目选手服装由有范儿 APP 提供。诚心诚意的发问，我们就大发慈悲的告诉你，为了撕开人性虚伪的面具，为了颠覆具有观念的枷锁。哎呀，可以了，够了！哎呀，这两个还进入校园级别呢，就是高晓松给你们带的吧？该毕业了，对吧？没有啊，第一季都过去了，第二季还扯那个校园风，该毕业找工作了，挣钱了。哎呀，那咱们怎么办？怎么不排好的嘛？有新词儿了吗？真说啊，你有什么不说的呀？真说啊，姐姐费了这么个功夫，极其恶心的一个开场白。那没办法，挣的就是恶心的钱。挺好。准备好了吗？一季比一季丢脸啊！真是，大家准备好餐巾纸，哎，预备，痰盂儿，哎，塑料袋儿，预备，3、2、1。我是 KK 康永，我是 JJ 金星，我是 马。大家好，我们是 KK。什么是变什么嘛？没看过韩剧《卡基玛》，是叫谁不要走啊？叫高晓松不要走吗？韩语赶紧走怎么说？我送给高晓松。班里嘎，班里嘎，对，快走！高晓松，班里嘎。好无情的节目啊！没办法，这个，哎呀，江山代有人才出，没办法啊。好，那非常高兴，我们终于迎来了《奇葩说》的第2季啊！每个人身上都有特别多的改变，是吧，康永哥？我看不出别的改变，我觉得你脸上少了一点肉。好，咱们换个话题啊。第一季时候你给我这种很疲惫的感觉，三个老爷们儿没什么戏在那，完了以后特别折磨。这次来都有卧蚕了都。对，我下一步的计划是在脸上练出8块腹肌。第2季开始之前，我们要给大家介绍我们第2季第1期的隆重推出的这位女神的这位女神。哎，不对的，女神在你右边坐着呢。我告诉你，第1季你们3个老爷们儿面对有需要女神，对。第2季有本娘娘在了，我告诉你，来的全是丫鬟。说得好。好，我给大家介绍第1季出场的这位鸭神啊。丫鬟什么丫鬟啊？也是丫鬟之神嘛，对不对啊？我觉得这位我们称她仙女好了。对，仙女对了，哎，这个要康永哥隆重介绍，因为是因康永哥而来到这个现场。是仙女是对的。他喜欢《奇葩说》这个节目，绝对不是为了我而来的。那他其实，在呈现现在的慈祥的气质之前，对，曾经是非常叛逆而黑暗的少女，所以很适合我们《奇葩说》这种血淋淋的个性。那各位贵宾，我们一起来欢迎我们这一期的仙女大 S 小姐。终于被我们请到了《奇葩说》的现场，太难得了。但是你知道，《奇葩说》这个现场啊是非常冷酷无情的。我知道，我们会聊到一些问题，都不是我真的想说的，但是我由衷的想说，你怎么样？婚后还好吗？
关你什么事啊？我们其实希望看到你身上一些改变，因为我们的性格里面一般都是非常恨那种嫁给白富帅的人，你知道吗？就像你老公那样的人，居然嫁给他那样的人，居然后面能有好下场，这是我们完全不能理解的事情。哎，为什么嫁给白富帅就不能好下场？这是我们屌丝的心态，因为明白了，样是羡慕、不懂的，嫉妒、恨对对对，都有了。不过日子还长嘛，还不知道。也不用这样子，不用这样诅咒自己了，只是一个小节目而已。你一句话就把我们节目带到了那个位置上，很高兴大 S 来到我们现场，回到了她黑暗的少女时代。你今天就暂时忘却你已婚的身份，忘掉我忘掉子母的身份，忘掉你是一个妈妈。好，我们本场设定的一个小话题叫做“好无聊啊”，这个话题。对于一个女人来讲，你干嘛看娘娘呀你？我都看一遍啊。来，一个男人只想睡你，和不想睡你之间，是哪个更伤自尊？你看我干什么？当然是，你刚不是问一个女人吗？这不，我就觉得反正这话题，你们3个都应该回答这个问题。没有，我觉得肯定是第二个呀，不想睡你更伤心啊。你的立场是哪个更伤自尊？就是你被拒绝比较伤自尊。比较伤自尊。不被睡当然伤自尊了呀。不被睡伤自尊。对，你想睡我，但我跟不跟你睡是我的选择。是啊，如果你连想都不想的话，这2个事上，你们2位不见得有经验。康永哥，你的经验呢？对。我觉得只想睡，可是都不在乎你其他的事情，这个很伤尊严呐。对，因为我们是有脑子的人，我们都把脑子摊到台面上来了，结果他根本不在乎你的脑子，他只想要睡你，这个太藐视我们的付出了。是，所以康永哥的意思是说，你要睡也先睡我的脑袋。脑子怎么睡？脑子怎么睡？那您是为什么选择这个立场呢？没有啊，我觉得在不了解的情况下看第一眼，哎呀，我想靠近这个女生，你把她理解是跟你睡你的脑子也好，睡你的身体也好，那是你想的，但起码她有那个欲望想靠近你，她必须要有欲望，她连靠近都不想靠近你的话，你就跟一个透明的人过去的话，这是很悲哀的，对吧？对，老母猪得让拱一拱啊。对，是范甜甜，你听就注意听啊，注意听啊。为什么是我？我不知道为什么说到这个话题我就想到你啊，因为娘娘刚刚说老母猪也要拱一拱。想走女神路线了。好，大 S 来解释一下为什么自己是这个立场。我觉得，因为就像我刚刚说的嘛，如果那一个男人对你有意思，他会主动的表达，对，那你可以选择要或不要。可是你要怎么知道这个男生他不想要对你有动念的那种感觉？你一定要主动跟他示好嘛。你一直这样吗？偶尔。你一定要给他暗示。然后你给他暗示之后，他就狠狠的给你拒绝，那真的是很伤人呢。你遇到过这种情况？以前有啦。把衣服穿上，走吧。别伤人，这种情况多吗？就说一次嘛，一次就不要装出深度访谈的样子。人红是非多，节目红了广告多。下面让我们进入广告时间。怎么有这么讨人厌的主持人呢？首先大家看到我们身后的 logo 啊，我们要隆重的感谢一下有钱有势不如有范儿的超级时尚 APP 有范儿冠名播出《奇葩说》。有范儿啊，这名字很好，有范儿。对了，好多人说是不是有范儿出的钱比美特斯邦威多，所以我们换了一个，不是，有范儿就是美邦集团新推出的一个超级时尚 APP，功能是什么？说了半天我也没记住，大概是你可以在里面可以找到有范儿的时尚感觉，而且好像还能挣钱，所以我们才说有钱有势，有房有车。啊，有里有面，有吃有喝，不如有范儿。感谢有范儿，感谢有范儿之外，我们还要感谢大家看到摆在
我们桌子上的这个国际抗饿大品牌古力多燕麦牛奶。我一直问我们这个相关的同事，我说抗饿是什么意思？他们告诉我就是差不多喝一罐可以扛半年，半年之后还没饿死，说明扛1年。然后我就问他，我说哎，我说那个喝一罐能活99的那个哪儿去了？他们告诉我说，如果能活99，但是吃不饱，活着也没什么意思你好好推荐这一季的赞助商就算了，你还损上一季的赞助商，这个谁让他撤了我们的广告？我要让他们知道下场，跟嫁给高富帅是一样。大家看啊，我们左手边是我们上一季奇葩说的几位老奇葩，刚好7位，也就是人称7剑下天山的7位。我们右手边，这只是我们其中一部分第2季的选手。我们一共从40多万个报名选手当中，有这么多吗？对我真的这次报名，我发现全中国有病的都来了。全世界的精神病。我们把有病的和没病的都排除在外了，剩下一些刚好不知道自己有病的人，到这来确诊的，流到了我们这个现场。那我们一共18位选手进入到现场，他们是今天前面出场的6位。一会儿再进行这个自我介绍。我现在认真的介绍一下我们这个赛制。我们这个赛制呢，就是他们进行辩论。好，赛制介绍完了好简单的赛制。你脑容量越来越小。好，既然是辩论，让我们来看看第1道辩题。健健，你今天约我出来有事儿吗？其实也没什么事儿，我就是想问你啊，最近过得好吗？和你男朋友？挺好的呀，而且我男朋友最近特别以事业为重，天天加班，整天出差。是吗？那你的意思是说他很少时间陪你喽？哎，你们俩多长时间没见面了？我这么掐指一算哈，2个多月了。我的天哪，闺女，你是不是太神经大条了？这不跟分手一样了吗？是啊。我的天哪，你说你长得也挺漂亮，就是这脑子有点不太好哈。你说你身体也挺好的，就没琢磨着满世界再撒嘛撒吗？不是，你说这个话是个什么鬼？我的意思是说呀，你们俩在一起时间太长了，难免产生视觉疲劳。你说你看他时间长了，你不嫌烦呢？我不嫌烦呢，我看你我都不烦。我是耐看型的。你说有一天如果他看你烦了咋整啊？你是不是得留好下手啊？你是知道我的脾气的，如果他要是敢多看别人一眼，我就能把他眼珠子抠出来撸地上当泡泡踩。你太血腥了，你这样容易判刑，知道吗？我跟你说啊，你想说啥？我说不出口啊。有话直说。我不知道怎么说。你不说我走了啊。哎呀，今天你打死我也说不出来他已经出轨了。我说出来了。别，范儿啊，你别着急啊，你看看这儿吧，这里边都是照片。你别生气。哎呀，这黄头发，这不是你吗？全世界黄头发多了，全都是我呀！我会分身呐，公母你都不分了。你闭嘴！你别生气啊，这是什么时候拍的呀？上个礼拜。拉倒吧，人家上个礼拜在第5大道呢。拉倒吧，第5大道，我在5道口拍的他。我那天正逛商店呢，哎，我拿着一件特别漂亮一个小碎花衬衫，我就比量，突然间旁边哎特别晃眼睛，我一看，哎，一个黄头发的女孩，哎，这女孩头发真好看，哎，旁边这男的是谁呀？看着怎么这么眼熟呢？呀，这不是范儿的男朋友吗？我就把我手机拿出来了，一路跟着他偷拍呀，一直跟到一个小旅馆门口，歘一下俩人就没了，跟大变活人似的。你别生气，我不是跟你说一下事情原委吗？范儿，你咋了？你干什么去啊？我需要静静。我就是静静。你是个屁！个屁是我哥，我是静静。我问你，你为什么现在才告诉我呢？我不是怕你接受不了吗？我现在动
接受不了。你听好了，咱俩以后再也不是朋友了。不是，这跟我，哎，范儿，你干嘛呀？你说这说也不是，不说也不是，这不里外不是人吗？朋友们，你们告诉我，要是好朋友的恋人出轨了，到底应不应该告诉他呢？啊，哎，烦死了。思思老师为什么又要回归？思思老师应该是变强了，对不对？不是，因为如果我第一季被淘汰的话，我真的是没有脸再回来。因为我真的不是被淘汰的，我是后面档期冲突，好吗？所以你最想撕谁？我觉得你应该是所有人都期待说我要跟潇潇撕。对啊，因为你们对的。其实我说实话，我是紧张的。昨天我和那个微微擦过一次，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们经常说的我哑口无言，观点太浅薄，我懒得辩。连你都觉得观点浅薄，你是不是我都够浅薄的了？他比我还浅薄。所以我们一定要提上我们的口号，对不对？来给自己加油。好，就是明知山有母老虎，我们一起来打虎。他今天拾到的像要打虎的。对。对于别人把你称之为母老虎，并准备打你这件事，你的心理状态是怎样的呢？没趴过。干杯，干杯，干杯！啊！哎，你说喝了雅哈之后，会不会辩论就一定会赢呢？他们也喝了，那怎么办？那我们多喝几瓶。啊，我们这个辩题出来了啊！好朋友的恋人出轨，要不要告诉好朋友？来，我们现场100位观众用你们手中的红蓝键来选择你们的立场，正方红键，反方蓝键，请按键。第一阶段，新老奇葩对决大逃杀，共6场对决。本赛段将从18位新奇葩中选定9位参与第2阶段的新老奇葩大混战。新老奇葩2队每场各派出3人上场对战，同时观众使用啪啪钮为喜欢的持方投票，红正蓝反，胜负将由初始投票和最终投票对比的跑票数量决定。哇！这么多！好，我们题目在这儿啊。86比14，哎呀，这个屋里的够义气的人还真是多呀。我们请2位团长来选择，那个就让女神先选。当然，女神先选。我绝对特简单，肯定告诉啊。正方我绝对是要告的呀。那蔡团长，我特别遗憾的通知您，您被选择了不告诉。我特别不理解为什么您是这样的人啊，这个。因为金星是那样的人，我只好就这样。怀着无比的好奇，问一下大 S， 你选哪方？我一定要告诉对头，你的好朋友。对。哦，好，那我再换一个问题，就如果是你妹妹呢？你拆散姐姐不够，你还要拆散妹妹啊？我还是会告诉她，但我一定会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才告诉她。我一定要亲眼看见发生某些重要的肢体语言，还要拿到证据。对。那我再问一句，要是你妹夫呢？怎么样？你会告诉她吗？哦，你说如果是我妹妹？对。小 S 在《康熙来了》没有被这样弄过哈。小 S 在《康熙来了》抚摸男人的肉体也不是第一次啊，对，所以你的标准要放宽，你知道吗？标准要放宽因为他如果有出轨，一定都是工作需要。对。好姐姐啊，好姐姐！我没想到台湾的综艺圈这么幸福。好吧，那你的立场是一定要告诉。对。哎呀，这太好了，所以这边全部都是要告诉。这边人类的少数啊，这个他们选择的是反方，不要告诉。本来我们应该是反方先开始的，但是因为今天是新咖挑战老咖，我们让新咖先声夺人，好不好？好。你们每一位站起来之后，都要简短的介绍自己，不要超过2个字啊。新方有2位名师，就是我和艾丽，我们俩数1数2，我数1，他很2。你
你果然是用一个2字进行了自我介绍。来，开始吧。谢谢。首先，请允许我用一点点时间来向潇潇道歉。我上一季其实也参加了《奇葩说》，但是实力不够，被淘汰了。别人来问我说：“哎呀，你怎么会被淘汰？”我出于面子，我说：“因为他们太奇葩了，我做不到。”所以呢，我就举了一些例子来例证他们太奇葩，放到我的电台节目里面。结果呢，虽然我实力不够，但是粉丝还是有一些的，所以很多人就跑去跟潇潇说：“哎呀，那个人在暗讽你。”其实我没有提到名字。于是我们俩共同的好朋友刘思达就跑过来跟我说：“你怎么可以这样说潇潇？潇潇那么棒。”其实我没有提到你的名字，但是呢，还是对你表示非常的抱歉。你的发言时间快到了。当好朋友有难的时候，我们必须挺身而出。虽然我们不需要挺到说你来踢我好了，但是我们必须要及时如实的告诉他。比如说，我们俩去喝下午茶，起来以后我发现他的后面红红的。他是猴吗？什么叫后面红红的？你懂的。哦，他的后面红红的，我好羞羞。我告诉还是不告诉？哦，他懂了，哦，懂了，哦，懂了。哦，他懂了，懂了。我告诉还是不告诉？又不是我红红的，关我什么事？好吓人。但是我不告诉，他在路上走的时候，路人会看见。好朋友会看见，是敌人会拍飞照发朋友圈，我还是人吗？我是他的好朋友，所以如果你希望你的好朋友也这样诚信、讲义气的话，请你告诉他，谢谢。哎，你俩那个上一季完，你俩真撕开了。他主动来撕我，没理他。对。那个金姐，你别在意，在这屋里面谁跟谁都撕过，这是一个极其险恶的环境啊，没有任何2个人之间是没有撕过的。来，我们看一看对面，潇潇，你脸上的表情不太自然。OK 啊，那我就聊一下好了。哎呀！刚才周思成告诉我们什么？就2个字嘛。他为什么要告诉他的朋友？他很仗义，这是一个好朋友的标准吗？说实话，你这样的人，我不太敢跟你交朋友。你知道为什么吗？可能在偶尔的一个下午，我想听八卦，我喝下午茶，我会给你打一个电话，因为你符合一个3姑6婆的标准。你打着一个好朋友的名义，你干着狗仔队的勾当。说实话，人家2口子的事情关上门，人家是要演爱情片、动作片还是爱情动作片，那是别人的自由。你一个外人无权干涉，就算是好朋友也不行。你非要在别人的人生里给自己安插一个配角，你怎么这么闲呢？我先摘掉你这个好朋友的帽子，接下来我再跟你说一下你这么做的弊端。比如说，你来告诉我和甜甜2口子，你告诉我，哎呀，潇潇，甜甜出轨了。这个时候我第一反应什么？我回家问他，范甜甜，周思成告诉我，你和一个背影酷似马东的男人进了7天。谁告诉你的？周思成。周思成这个贱货。好，知道吗？这个时候问题来了，解铃还须系铃人。我们2个扯不清楚了。他除了告密者，他马上即将扮演一个更加尴尬的角色，那就是来当见证人。他最好是把我和范甜甜往分了那个方向说。如果我们2个没有分手，我们2个还在一起，那你就没有办法做我们2个人的朋友，因为我选择了我的爱人。那如果我们2个在一起了，我们俩就完全没有问题了吗？这个时候我心里有根刺，也许周思成说的是对的呢，他就是埋下那根刺的人。现在呢，我要说给每一个自以为是的朋友，这个时候分2种情况，就是你的好朋友的另一半出轨了，他们活得很幸福。第一种情况，你好朋友很敏感，说实话，在这个社会上，敏感的人是过得很辛苦的。可能不用你说，他已经察觉到躺在他身边的那个人有问题了，但是他为什么要在你的面前粉饰太平？说明他不想让你看到他受伤的样子，或者他觉得他有能力处理好这样的问题。第2种情况，他很迟钝，连你都发现她的男朋友出轨了，她自己没有发现，但是她过得很快乐。
所以这个时候，我要告诉那些所有自以为是的朋友，如果我是一个敏感的人，请尊重我可以独立处理好自己感情问题的权利；如果我是一个迟钝的人，请不要剥夺我做一个快乐的权利。范甜甜她出轨了，她可以骗我5年，骗我10年，骗我15年，骗我一辈子，我都不知道，那是她的本事，那是我的福气，你不要戳穿她。在这里，我要告诉所有的朋友，如果不小心让你发现了我的家丑，请你为了我的幸福，做一个安静的不怎么美的男子，谢谢。我不觉得我是激怒了他们，导致他们活力很猛，因为他们活力本来就很猛。辩论这个东西吧，它有一个特点，很难收住手。我也不知道你大概会什么样，那就只能是出现我说到哪儿算哪儿，然后你有什么反应我也预测不了。所以不存在说攻势猛不猛烈。现在也知道我们这个现场是来真的，对不对？是来真的啊！你发现吗？这里全都是赤裸裸的人身攻击啊！这些人只会在这个现场能够碰面，因为这个现场毕竟我们有保安。是这样子。出去会怎么样，我们就不知道了。好，那现在回到反方立场，李如如。好，李如如可以用2万个字介绍一下自己。为什么？女的呀，没办法。我可以最后再做自我介绍，好的，也可以。因为刚刚潇潇说，告诉的人有点像三姑六婆，是不是？我告诉你，其实三姑六婆往往是不会告诉你的那个人。为什么？因为三姑六婆最喜欢的就是看别人的笑话呀，看别人的八卦呀。三姑六婆当知道一个人他的另一半出轨的时候，他第一件事绝对不会是去告诉他，不会去点醒他，而是跟他的邻居说：“哎，真的吗？他出轨了，真的哇，好激烈哦，这个事情真的好激烈。”是的，然后当事人一过来，三姑六婆立马散开了，就说：“他来了，不要说，不要说。”所以不告诉的人才是三姑六婆，好吗？你们觉得告诉我的好朋友会让他痛苦？其实并不是。告诉他是让他知道他出轨后的惊天大秘密，出轨只是一个形式而已。假设我的好朋友是一个女生，她的另一半出轨了，很好，我看到了。如果她的另一半是跟女人出轨还好，如果是跟男人，那不是出轨是出柜呀！我怎么可能不告诉我的好朋友呢？可能他之前还在想啊，他为什么不愿意碰我？是不是我的不好？天哪，是不是我没有女人味？他为什么不愿意碰我？他肯定想很多这方面的问题，在怀疑自己，是不是？我只有告诉他，你的好的跟苍井空一样，你长得美的跟范冰冰一样都没用，因为他根本都不爱女人。那你们以为现场没有人有过这样真实的例子吗？真的有，那个人就是我。我大学的时候很单纯，然后有一个男生追我，对我特别的好。他每天开20公里的车过来，就是给我送一大包零食，然后我生病的时候就照顾我，对我真的非常的好。然后我那时候很单纯啊，我就跟他在一起了。在一起之后，我发现他很奇怪。首先，我怎么强迫他都不愿意对我怎么样怎么样，就觉得很孤单。然后呢，还有一点就是他从来不愿意跟我独处，就是我们不管是去看电影，还是去旅行，还是去吃饭，他永远叫上第三者，我自己很痛苦。然后后来我才从他的相机里发现他跟一个男生的床照，而且我还接到一个电话，就是有个男的喊他老公，我当时就真的傻了。而且我就是因为我知道其实我们的共同那个男生朋友他是知道的，然后我就问他说：“你知道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他说：“我怕你难过呀。”我就是怕你不幸福啊！我想说，我难过个屁呀！我接受不了我男朋友出轨，但是我可以接受了他出柜呀。因为这样的话，我真的释怀了。我知道我做什么都没有用。当然，我在这里说这个例子，不是告诉你们，你们的另一半都会出柜。我只是告诉你们，幸福的人都是相似的，但是不幸的人却各有各的不幸。我告诉你是想让你知道你的不幸是哪一种类别。我想让你知道你的另一半出轨之后，他真正的原因其实就是你们感情破裂、感情不好的真正的原因。所以为什么不告诉你？谢谢。如如，我想追问一下，你这个故事是真的吗？真的，天地良心，当时就被骗得很惨。是吧？那最后谈恋爱当他跟出柜的时候，那个生活的周期保持在1个月1次还是2个月1次？对，其实就是请你解释一下例行公事是怎么过的。就是在例行公事上，你肯定有感觉嘛，还用到别人告诉？就没有就装啊，就装啊。就你知道女人在这方面就很容易装。你装，他也装。
就是你知道，他只会进行的最后一步。如果你要求别的那些，就是前戏 something 这些东西，他就会说啊不要，就装自己很清高的样子。所以我就觉得有点问题。如果拉这段可以掐掉吗？不会的。什么？导演组没有跟你签？对不起。导演组没有跟你签协议吗？不过你成功的追回了若干票。我自从主持了《奇葩说》以后，已经完全不识数了啊。好，哪位？我。首先第一点，你说了沉默，我们代表沉默，但不并代。好，你的发言时间到。并不代表我们不作为，好不好？那我们来接下来说，我的好朋友，是不是我最好的朋友？从小到大，金星老师说是闺蜜，对，好像不告诉她确实是不太合适，是不是？我告诉大家，合适，特别合适。为什么？因为很简单一件事情，你最好的朋友，从你最好的朋友嘴巴里听说你的男朋友出轨，这个是比任何一个人嘴巴里听到更痛心的一件事情。你感觉上你拿了2把刀，你生生的捅在你最好的朋友的心房里边，这种心痛的感觉是多么的痛苦。非常简单，我们说了我们不作为，我们没有告诉他，代表说明什么问题？我要做一个幕后的英雄。所有痛苦都是我一个人来扛，我不用去告诉我最好的朋友发生了什么事情，让他一个人默默的不知道就可以了。我来帮你解决问题，我亲手帮你撕。我就约这个男人见面，跟他说得很清楚，现在给你2条路可以选。第一条路，你现在跟我朋友说清楚，跟他分手，让他长痛不如短痛。第二，我再给你一条路，现在就跟那女的分手，不亲手分手的话，我就让你死得好看，就这么简单，是不是？哎，我们说了，我们不告诉我的好朋友，并不代表我们不想做什么。这个时候，你的朋友变成一个很幸福的人，他什么都不知道。我会跟那个男的说得很清楚，只要你跟那个女的分了手，这件事情我们就当没发生过，从此两清，让你们2个人过着幸福又幸福的生活。但是如果你不告诉我的朋友，让他跟他分手的话，我今天就让你知道我范甜甜的厉害。哈，好。我是谁呀？我多么的伟大呀！我是幕后的大英雄，所有痛苦都让我一个人承担，让我的朋友过上幸福的生活吧。说明什么问题？这才叫真正的好朋友。好，我怎么觉得《奇葩说》第1季到第2季中间，你是去当海盗了吗？对，最近加勒比啊，最近在泰国拍电影，跟郭富城。哇，哪家投资方这么背啊？请到你。票房灵药。票房毒药，你才毒药吗你？毒药。好，人生越走越歪。对呀，收敛啊。这个，我建议你们，不论是谁先站起来说话，一定先把他拍到墙上去，大嘴巴叭先拍回去。开始吧。刚才对方2位讲什么呢？潇潇讲要给自由，自由是好的，不要去干涉别人的生活。OK， 自由没有问题，自由谁都喜欢，就像谁都喜欢吃饭，对不对？谁都需要吃饭，可是饭也有好饭跟馊饭。你如果吃了馊饭，你会拉肚子；如果你用了不恰当的自由，你是在给你的朋友加以枷锁。为什么？因为他现在只是谈恋爱，你不告诉他出轨，那回头有一天他结婚就是喜当爹啊。那你说他的人生要多么的悲惨，他之后的人生会背上多么大的一个枷锁，去挣脱这样的一个事情。好，现在呢，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我有一天呢去我朋友家里，然后呢他买了一瓶牛奶，不知道他牛奶太香了，还是说这个怎么样，反正就有一只蟑螂就爬进去了，爬进去爬出来。然后呢，我没有告诉我的朋友。第2天他喝了这个牛奶，他就拉肚子。我其实非常的后悔，因为我觉得是说，我以为没有什么关系，他不会有事，我告诉他。那你说会不会有那样的朋友？你告诉他之后，他仍然觉得是说 OK 啊，没有问题啊，蟑螂就蟑螂啊，这就是生活。可是大家知道为什么我要拿牛奶来类比恋人吗？因为牛奶和恋人一样，都是要经过你嘴的东西，要进到你身体里的东西。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上来讲，一定要讲，因为爱护个人卫生，人人有责。谢谢。哦。你说的那些问题我不太关心哈，
我就想问一下，你知道为什么那个蟑螂会爬到那个牛奶上吗？因为这个蟑螂认出了这是国际抗饿大品牌古力多燕麦牛奶。这广告念得好，这广告加钱，安总加钱。好，现在正方37票，反方63票。如晶宝贝，你随便说。说到吃饭了，这我很奇怪。刚才小 K 告诉我们，如果有朋友出轨的话，要注意卫生。我不知道为什么出轨跟卫生有直接的关系啊。其实这题目很简单，观点是什么？好朋友幸不幸福，对不对？如果今天你的好朋友在任何情况之下谈恋爱的时候，他都不幸福，这样不管有没有出轨，你就应该劝他们分了。但如果他们幸福的话，还要不要告诉他？对我来说，好朋友的幸福是最重要的，他女朋友的节操、贞操之类的，我一点都不关心。如果他活得很幸福，你说他吃这碗饭吃得很开心，他吃晚餐吃得很开心的时候，你告诉他没有一个厨房是干净的。他吃这大肠的时候，你告诉他，你以为大肠里面包的是小肠吗？大肠原本包的是屎。鸡屁股吃得很开心的时候，你说你知不知道这是用来干什么的？有什么必要呢？而且那还是你的好朋友。每一个人嘛，都一定活在一定程度的甜蜜谎言里面。没有一个人是真正活在一个真实的世界的。如果让你活在一个真实的世界，你有读心术，知道每一个人现在内心的想法，那是很可怕的。你可知道现在潇潇心里想什么？他可能想过去撕了周思思老师。你猜对了。这样思思老师是不是很难过？所以说，读心术看别人残酷的事情，我们还是保留着好。如果别人在甜蜜的谎言里面也过得很开心，我宁愿他被骗，起码他开心，因为唯一的伤害在于知道。谢谢。如今啊，谁在你吃大肠的时候跟你讲里面包的是屎啊？暂时还没有这么扫兴的人，扫兴，还没有。正方谁要说？其实很多人出轨都是肉体出轨，对不对？就是说我还是爱我的另一半啊，但是我就是要出去骚，我就是要出去搞一搞，我就是要出去玩一玩。谁不爱新鲜的 body？ 是谁不爱呢？你们不爱吗？你不爱吗？你不爱吗？谁不喜欢新鲜的肉体？那我就更要告诉我好朋友啦。你真的不用重复这么多次。因为真的很爱，对，所以我更要告诉我的好朋友，因为你的另一半出轨了，你也可以出轨啊。你不可以出轨吗？所以说，如果我不告诉我的好朋友，我好朋友就亏大了，他放弃了一次难得放风的机会。当然了，请问他们这个轨道上还剩谁呢？不是。那很多人说 no， 我不爱出轨，出轨很恶心，不要。是，而且我不要和我的另一半一样，他肉体出轨，我就和他同流合污。如果我的好朋友这么告诉我的话，我会告诉他。你接受不了出轨，我更要告诉他了，你的另一半做了你接受不了的事情，所以不管怎么样，我的好朋友他都是受益方。谢谢。老咖和新咖待遇的不一样，就是老咖的发言到此为止，请坐。好，新咖的第2位。我刚才都说了，人都是要吃饭的，就好像如今说你要吃鸡屁股没问题，你要吃猪大肠也没问题，可是你要吃馊掉的猪大肠跟被别人嚼过的鸡屁股吗？大家还记得前一段时间微博上有个非常著名的事情，就是有一个男生交了27个女朋友，然后他生病的时候，女朋友一起去看他，就发现说，哇，原来你骗了这么多的人，他就是一个被嚼过的鸡屁股啊！而且这27个人里面互相还有好朋友，所以你知道什么吗？知道什么叫姑息养奸吗？
知道什么叫奸夫的爱吗？就是说他可能骗了你这一个朋友，他可能会骗你，他可能会骗更多的人。那这种情况下为什么不说呢？为什么不说出来呢？而且如果你今天不说的话，今天你不讲他出轨，明天你就跟别人一起分享这27个女朋友。小 K， 你是在一个什么环境里长大的？怎么你们那边交叉传染那么厉害？交叉传染。我想问一下陈明，在你的立场上，如果让你发言，你会说什么？我不是太赞同刚才甜甜和如今的观点，因为在我对自己友情的定义当中，我认为最核心的一件事情是信任。如果我的朋友像范甜甜一样选择不告诉我，我只能理解成他不信任我能处理好这件事情。即使他背着我把我的女朋友处理得妥妥当当，他也不会让我觉得温暖，而会让我觉得恐惧。因为这样一个朋友做这样一件事情，他对我的男朋友下了如此狠手，我都完全不知情。我不知道他接下来在未来的人生中还会做出什么类似的事情，我只会疏远这样的朋友，而不是相信这样的朋友。所以我的人生当中，他不告诉我帮我解决，我会认为他只是不信任我的能力，而不是真心的为我好。我真不信任，因为让我会很恐惧。而如今刚才所说的观点，说我们总要给一个甜蜜的谎言，这点我赞同，但是要有度。如果是小尺度的东西，比如说他平时喜欢抠抠鼻子啊、脚有点臭这些事情，哎呀，你们自己解决就好。但是如果我看到了你的男朋友出轨，这会在我的划分标准中意为非常重要的事情。有些甜蜜的谎言是一个美丽的肥皂泡，维系一辈子最好。但是出轨这件事情，有其一可能就有其二，有其二就有其三，而这件事情会事关到你人生未来的幸福。所以这不是一个幸福与虚伪的选择，是一个眼前的幸福与长久人生幸福的选择。对，我宁愿戳破他，也要让他的人生看到真实的，但是由自己自由选择的意志。好，这是我对朋友的尊重。谢谢大家。我觉得陈明说的特别好，有其一就有其二，有其二就有其三。在小 K 的人生当中，一直有27，连续3下，但是目前你们也只得到63票啊。这个我们让这篇后排马薇薇啊，这个简短的啊，你力量太大，你小心点啊。1分钟，1分钟，1分钟，又轻又快又温柔。不嘛，长一点。我从来没有在我的一生中见过这么多的上帝，也没有想过那么多的上帝想要做我的好朋友。为什么？好朋友是保护者，不是教导者，不是上帝。你不是知道他人生的一些细节，你就要去教育他成长的。如果你的好朋友真的那么幸运，他能够被一个男人骗一辈子，像如今说的，他吃了一辈子大肠，大肠里一辈子都有细菌，一辈子都有屎，可是他身体依旧健康，你何必要告诉他呢？如果你真的这么有勇气，真的那么想做上帝，你像甜甜一样去帮他解决掉那个男人呢，对不对？你又不肯解决那个男人，又不肯忍受，你解决了谁？解决了你朋友。啊，这个我们这个先暂时凝固在这儿哈。我们要请2位团长做这个最后的总结陈词了。那蔡团长，请先请。恋情啊，发生在2个恋人之间的感情的标准是随着时代而改变的。忠贞这个条件，也许在人口比较少的时代，每个人必须要占据好一个恋人，在那样的环境底下，忠贞是一个不可违逆的标准。可是，在现在这个大家这么密切的交集的时代，我们在网络上就很容易遇到各式各样的人。那是我们一天在网络上面遇到的人，可能比起古时候他一辈子遇到的人的人数都要多。所以，在这个时候恋爱当中，忠贞这个标准是不是还是最高标准？这个是我今天看待这件事情的一个出发点。我认为忠贞并不再是那么严格的一个标准，也就是说，当你的朋友要多事的替你来决定他谈恋爱的对象够不够忠贞的时候，他采用的标准未必是你想要采用的标准。所以，一旦你这个多事的朋友他采取了一个比你严格的标准，你的感情受到的干扰就是不必要的干扰，因为那个人采取了一个过严的标准。我认为2个人在一起要克服的问题很多。地位的差别，可能是双方家庭背景的不同，可能是2人个性的不同。
我碰到很多男女情侣分手是说我们个性不合，而不是说他不够忠贞啊。忠贞并不是爱情里面最严格、最重要的那一个标准。所以如果大家只是这么大惊小怪的把出不出轨当成是唯一要把别人拆散的一个衡量的一个准则的话，我认为是太天真了。所以我作为一个现代人，我想提醒大家，就是我们对忠贞的标准各不相同，所以让恋人们自己决定忠贞在他们的两人关系当中有多么重要，而不需要你来多事，这是我的建议。忠贞不再是一个标准吗？你叫你妈干嘛？好，金星老师，我想说呢，如果这个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我首先想，这件事情，我的好朋友她男朋友出轨，我亲眼看没看到？我看到了以后，然后我会善意的提醒，因为他们两个在恋爱阶段，也许我的闺蜜我貌似我了解她，但也许她就好这口呢。对吧？也许我的闺蜜也在出轨呢，那我就善意的提醒她，因为他们两个在谈恋爱当中还没有步入到契约状态，结婚是个契约精神。当我们俩 commitment， 英语叫 commitment 呢，如果我决定嫁给他，这个忠贞呢就要上升到一个高度了。但两个在谈恋爱的时候呢，我觉得都有空间。那我作为闺蜜，我会提醒她，我看见了一件事情，不知道你在不在意？如果你不在意，祝你幸福；如果你在意的话，你相信我的眼睛，我是你闺蜜，我告诉你了，仅此而已。我不启动一个拆散的作用，而是提醒，这是我的一个观点。对，非常好。那咱们商量一个暗号吧。比如说你的眉毛有点一高一低哦，意思就是你回家去查一查。艾丽问你那割眼袋呢？割眼袋可以啊，对可以。你该割眼袋了啊！这个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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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好。哎，我帮你综合，就是回去就说，你的眼袋怎么一高一低啊？对，这个比较理解。对，这个在自然界很少发生啊。对对，你的眼袋怎么一高一低呀？哎，我已经结婚了，我不是恋人状态啊。哦，那我绝不告诉你的眼袋一高一低，好吧？谢谢。好，大 S 关于这个话题是，我觉得还是要告诉，因为我的想法跟那个金星老师是一模一样的。我亲眼看到的话，我才会告诉他。如果我只是听人家说空穴来风，那我绝对不会说。那亲眼看到的标准要看到什么呢？比如说他们两个牵手算吗？就看他们牵手去哪里。如果说，比如说他们只是在工作场合上，然后比如说我说康永哥，这样就不算。可是如果他们是十指紧扣的走在，比如说公园里，或者是那种比较浪漫的地方，你就判断这两个人是在出轨。我不会判断他会出轨，但我会跟我的朋友讲说，我看到你的男友跟一个女生十指紧扣走在哪里哪里。我觉得这个标准，这个客观标准真的太难了，因为你也不知道十指紧扣那个瞬间他是不是到底是什么情况。是你就是要发现他两个人确实是十指紧扣，而且两个人的眼袋都一高一低，这个时候就基本上可以确定是出了问题了。如果他们两个这个后来又解决问题了，又和好了。可是这个你的最好的朋友反过来把你当成是一个多嘴的人，就你变成猪八戒照镜子。我了解。你的友谊丧失了，你也不会觉得可惜。我也不会觉得可惜，因为人生就是这样，你要选择一个甜美的谎言，还是你要选择一个残酷的现实？对。那如果是我自己发生这样的事情，我的好朋友却不告诉我的话，我会觉得我会不喜欢我的好朋友。可是他告诉我的话，不管我最后跟我的男友结果如何，我都不会迁怒到我的好朋友身上，不会影响到友谊。对，了解。我同样这个问题要问问金星老师。如果我是你的那个闺蜜哈，结果你告诉我了，我会说你告诉我这干什么？我觉得你这人，哎呀，多事儿啊！你以后没有，我们不要来往。那我会说，我说的，我告诉你一声哈，因为你的女朋友有其他的爱好，如果你继续爱她的话，好好爱她，但是注意点卫生就可以了。就你嚼那块馒头，别人也嚼了好几口，还蘸着老干妈嚼的。所以说，我就是提个醒。我喜欢吃辣，你管得着吗？没问题，我当时就那口是提个醒啊，这个意思嘛。我口重，对吧？没问题。
口重告诉你不用再买老干妈了，我就赞助可以了。你不带眼袋，你高兴还口重。对，好吧，我们请现场所有观众朋友们做最后一次投票。红蓝键，新咖是正方红键，老咖是反方蓝键。同时，恳请各位考虑到，老咖很熟悉这个现场，从容镇定，有礼有节。但这个优势不是他们与生俱来的，他们上一季在这个时间的时候跟他们是一样的。在这个情绪下面，请做最后的投票。5、4、3、2、1。公布结果之前，我们挣钱的时间到了。我们要特别感谢在《奇葩说》第1季密切关注我们的这些品牌，同时在第2季慷慨解囊，赞助《奇葩说》，他们是喝了才能愉快聊天的雅哈咖啡。记住，谢谢雅哈。记住啊，喝了才能愉快聊天，不喝就像你们似的。还有狂拽炫酷炸天的东风标致308S。哦，好劲爆的广告语！狂拽炫酷炸天，你们确定这个能收到广告费吗？东风标致308S，非常感谢。还有吃了就变豆，自己跳到碗里的 巧克力豆，谢谢。我们来看一看最后的这个结果哈。反方获胜。如果不小心让你发现了我的家丑，请你为了我的幸福，做一个安静的、不怎么美的男子，谢谢。但是如果你不告诉我的朋友，让他跟他分手的话，我今天就让你知道我范甜甜的厉害。哈，好。如果别人在甜蜜的谎言里面也过得很开心，我宁愿他被骗，起码他开心，因为唯一的伤害在于知道。谢谢。正方落败，所以3个人当中，我们要选出1个人，淘汰出《奇葩说》第2季。本场比赛老奇葩胜，新奇葩一方将会淘汰1名选手，淘汰选手将由2位团长、审美嘉宾以及老奇葩阵营4方各投1票共同决定。好，马薇，你们也做出了你们作为陪审团，你们投出了你们神圣的1票。我作为法官，我要问一句：你们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吗？相当不一致。马薇为什么选择这个人？因为第一个是因为偏题啦，然后第2个是因为爆点不够，剩下2位多，所以我们就选择了这一位。好，康永哥呢？我选择这位是因为虽然拥有2次的发言机会，可是2次发言有点重复。我选择这一位是因为我觉得他花太多时间在解决私人恩怨上。这个已经昭然若揭了。我会不会被杀啊？不会。我怎么听不明白你说的是谁呢？好，金星老师呢？我觉得可能是在2次重复当中，以后表达的他那个语言的节奏啊。是犹豫的，还不够肯定。我觉得这个时候在辩场上，哪怕我说的我也知道我自己说错了，但那个状态、那个气势不能下来。4位说完了理由，来，请同时打开题板。微博关注爱奇艺奇葩说，参与话题互动，和全世界的深井病做朋友。微信添加爱奇艺奇葩说订阅号，每天推送纯干货，喂饱你。强烈建议到百度贴吧奇葩说官方吧写下长篇大论，洋洋洒洒任你喷。解放奇葩就在慢都慢不下来的爱奇艺视频。好，那一共4票当中，2票投给小 K。那小 K 非常抱歉，你可能委屈，也可能不服《奇葩说》第2季，你被淘汰了。
我觉得奇葩说是一个很好的场，你真的是可以说什么就说什么。不过他们讲说我一句话重复说2次，哎，我就是一打到底怎么办？就是痛打落水狗那种。只能说我这种的风格可能觉得不太适合这个舞台。最后还是要感谢有钱有势不如有范儿的时尚 APP 有范儿冠名赞助《奇葩说》，下期节目再见。新奇葩们需要赶紧适应环境，进入那个状态，别把他们当回事儿，把你的观点传授出来。其实新奇葩也好，我也好，今天第一次路上都在寻找那个状态，从哪个角度更准确发挥。《三国演义》里面不发脾气的人是诸葛亮，不表示诸葛亮不会打仗，诸葛亮正好可以整倒那些爱发脾气的武将。我不在乎老奇葩们火气大不大，我在乎的是你火气大了以后，你还是得把辩论给搞好。他们是千锤百炼出来的，他们是淘汰了很多人才站到那个位置，所以天平倾斜并不出乎我们的预料。所以其实我是希望让新咖能够更多的观察老咖，找到他们身上的弱点。